请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你回到了北宋，站在汴京的街头，你面前是热闹的让人眩晕的世界，有酒楼，有布庄，有书坊，有勾栏瓦舍，空气里飘着饭菜香，还有花果香。马车从身边驶过，车轮发出吱呀声，小贩在叫卖，孩子在追跑，说书人一拍醒目，讲起天下大事。这个时代，才华和学问是最耀眼的招牌。文人们聚在茶馆里讨论苏东坡的新词，官员们站在朝堂上争论王安石的新法，读书人埋头背书，想着有朝一日金榜题名。所有人都在看文字，读经典，写文章。可你仔细看，角落里蹲着一个男人，他没有去参加诗会，他没有穿官服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罐子，里面装着黑乎乎的粘液。他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又笑，看起来像个怪人。但你不知道，这个怪人正在思考一件对后世影响极深的事。他叫沈括，他晚年写下了一本书，叫《梦溪笔谈》。后来的许多科学家都从这本书里找到了宝藏。英国学者李约瑟甚至说，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。李约瑟还说，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沈括的世界。也许你会问，一个宋朝官员怎么会成为科学史上的传奇答案？要从他的童年说起。沈括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，父亲沈周是一位地方官。那时候，很多官员的孩子从小只读圣贤书，沈括不一样，他跟着父亲跑过很多地方，他住过江边的小城，见过洪水退去后的惨状，他也见过渔民在滩涂上晒盐，他还见过农民弯着腰在田里种稻。有人告诉他，麦子要赶在霜降前种完，也有人告诉他，修河堤要看水流的脾气。这些事圣贤书里不会写，可他们都深深印进了沈括的脑子里。后来父亲去世了，沈括靠父辈的功劳得到了一个小官职，他去沭阳当一名主簿。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沭水，沭水经常泛滥，把农田淹成一片汪洋。沈括到任后没有坐在衙门里写公文，他带着老百姓去修河，他研究水势，规划河道，他把泛滥的河水引入新开的河道，那些被水泡了很久的田地慢慢变成了良田。你不用怀疑，这是史书里留下过的成绩。那时候的沈括才20多岁，他已经显示出一个特点，遇事不空想，动手去解决。这个习惯他一辈子都没改。你听听沈括后来的身份吧，他做过财政官员，管过国家钱袋子，他做过外交官，出使辽国，不辱使命。他做过军事统帅，在边疆守过城，他做过水利专家，治理过水患，他做过天文学家，改革过历法，他做过音乐理论家，研究过乐律，他还写过数学书，讨论几何和级数。放到今天的职场，这就是最顶级的跨界斜杠青年。别人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沈括偏不，他好几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。而且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，他是一个卷起袖子亲自下地，亲自点火，亲自动手的实干派。你要说他是人肉数据库不算夸张，他见过的事记在心里，归好类，随时能用。你要说他是黑匣子也不奇怪，他记录的那些细节，1000年以后还能打开讲几个沈括的高光时刻吧。第一个是他在司天监的改革。
司天监是古代的天文机构，那里的官员本该预测天象，修订历法。可到了北宋中期，司天监里混吃等死的人实在太多了。他们不懂天文，只会拿旧历法抄来抄去，历法越来越不准，节气经常错位。老百姓种田要靠历法，国家祭祀也要靠历法。历法一乱，麻烦就大了。沈括被调去管司天监后，做了一件让很多人不舒服的事。他罢免了一批不称职的官员，他又提拔了一个叫魏普的人。你猜魏普是什么人？他是一位盲人，眼睛看不见，却靠算筹和记忆力，算得清清楚楚。沈括不管那些偏见，他只看能力，他还亲自动手改造观测仪器，浑仪、漏壶、景表他都研究过。他主张用实际观测的数据去修正历法，古书上怎么说他不一定信，天上怎么走他就怎么记。这种尊重实测的作风在宋代非常超前。更厉害的是，沈括曾经提出过一套全新的历法思路。他建议废除阴历的闰月，直接按节气来定月份，一年12个月，大月31天，小月30天。这样每年长短固定，种田人安排农事会非常方便。这套思路很接近现代太阳历，可在当时它动摇了传统历法的根基，反对的人一定不少。沈括也知道，他在书里写得很坦然，他说总有一天后人会明白他的用意。这件事把沈括的性格暴露得清清楚楚。他只认理不认人，他只信数据不信权威。第二个高光是出使辽国。公元1075年，辽国派使臣到北宋，想要一笔土地。这笔土地在黄维山一带，位置很关键。辽国的态度很强硬，他们一路施压，好像不给土地就随时要开战。北宋朝廷里不少人慌了神，有人主张让步，有人主张硬拼。沈括却站出来说，让我去。他能这么说，不是因为他胆子大，是因为他提前做了功课。他跑去三司和枢密院的档案库，翻出过去几十年关于边界的地图和文件。他把每一段边界怎么定的，哪一年定的，写得清清楚楚，他全记在脑子里。到了谈判现场，辽国官员气势汹汹，说这地方是我们的。沈括就一条一条把档案里的证据摆出来。辽国官员每提出一个说法，他都能用文献反驳，对方越说越没底气。最后辽国不得不收回要求。沈括替北宋守住了土地，也避免了战争。谈判结束之后，他并没有急着庆祝，他做了一件更绝的事。他从辽国境内一路走回来，边走边看哪里有山，哪里有河，哪里有城镇，哪条路通向哪里，他都观察得非常仔细。回到朝廷以后，他把这些信息画成了地图。今天的人可能觉得这没什么，但是在古代，这就是稀缺的军事情报。一个外交官带着一身地理测绘的本事回来，你能说这不是降维打击吗？第三个高光是沈括守延安。他在延州一带做知州，还负责当地的军事防务。他不是一个冲在前面的莽夫，他更像一个带着计算尺的工程师。他先勘察地形，哪些地方适合建成，哪些地方容易被攻破，他都要弄清楚。他下令修筑城堡，储备粮草，整顿军队。他还研究过弩，弩是当时的远程武器，射得准不准关系到士兵的生死。沈括发现弩上有一个用来瞄准的装置，叫做望山。他把望山的尺寸和瞄准的关系仔细琢磨了一遍，
他还记录过弩箭的射程和力量。你想想，这是一件多么具体的事。一个高级文官蹲在军营里研究一把弩的零件，这不是书斋里能想出来的东西，这是实战中逼出来的知识。沈括手编的时候还画过地图，他做过立体地图模型，先用面糊做，后来用木刻。皇帝看到那个木图非常欣赏，这个发明后来也在军事和地方治理中派上了用场。你看，沈括的每一次高光都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准备。他懂得真正强大的力量，不是嗓门大，而是算得准。可惜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，沈括在专业领域很厉害，在政治上却不够圆滑。他卷入了北宋最复杂的党争，王安石变法，朝野震动，支持的人多，反对的人也多。沈括一开始是支持新法的，他和王安石关系不算坏，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党派分子，他有时候会从技术角度提出意见，这就让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。新党觉得他不够坚决，旧党觉得他跟新党走得太近，两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。更倒霉的是，他还卷入过乌台诗案，那是苏东坡的一场文字狱。沈括和苏轼曾经有过交往，在历史上，沈括有没有告密，这一直有争议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件事给沈括的名声蒙上了厚厚的阴影。到了公元1081年前后，北宋在西北和西夏发生了一场大战，那场战斗就是永乐城之战。宋军打了败仗，损失惨重。沈括虽然没有直接指挥那座城，但他在前线负有责任。战后，他被贬了官。后来，他又遭到更严厉的处置。他被限制居住，过上了近乎软禁的生活，这对沈括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。他曾经站在帝国舞台的中央，手上管过无数钱粮，脚下走过千里边疆。可现在，他连出门都不自由，有人嘲笑他，有人躲着他。他本可以为自己辩解，本可以找关系求情，本可以低声下气换取一线生机，但他偏不，他选择了另一条路。他转身走进一座小园子，开始用文字对抗命运。那座园子就是梦溪园。沈括对这园子有一种特殊的缘分。据说他早年间做过一个梦，梦里他走到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觉得非常喜欢。醒来后，他说不清那地方在哪儿。后来他路过镇江，看到一片园子和梦里的景致几乎一样，于是他倾尽所有买了下来。那是公元1088年，沈括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，他在梦溪园里住了下来。他在这里写作，一写就是8年。他写的是什么？他不是写诗，不是写赋，他写的是他生命中遇到过的一切。他写百姓怎么用胶泥做字，他写地下冒出来的黑色油状液体，他写磁针为什么不是绝对指向正南，他写山崖里的螺丝壳到底说明了什么。他写彩虹，写雷暴，写地震，写化石。他写数学，写天文，写地理，写医药，写音乐。他把那些不被士大夫看重的知识一件一件从遗忘的边缘捡了回来。他写得非常认真，有的条目只有几十个字，可那几十个字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新的世界。最终他整理出一部大书，全书大约有600条笔记，内容分了几大门类，从朝廷制度到民间手艺，从官员掌故到自然现象，从音乐律法
到医药药方，简直是北宋生活的一本百科全书。沈括自己在序言里说，他退居林下，深居简出，常常想起以前和客人聊天时说的话，于是就把那些话随手记下来。他说，这本书记录的不过是他和客人的闲谈。读到这里，你可能也会笑，这哪里是闲谈，这分明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科技档案。如果梦溪笔谈是一台黑匣子，那它记录下的就是北宋科技运行的重要参数；如果它是一份备份，那它保住的就是无数民间天才的智慧火种。换句话说，没有沈括很多了不起的发明，可能真的会变成无名氏。现在，我们来正式拆几个硬核案例。第一个，活字印刷术。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是毕升。可是一个宋朝的工匠，要是没有人替他记录，他的名字几乎不可能传下来。幸好沈括记录了他，而且沈括不是记了一个模糊的名字，他把毕升的整套方法都记了下来。毕升怎么刻字，用胶泥，厚度怎么做，做得像铜钱边一样薄，刻完之后怎么办？放在火里烧，烧成坚硬的陶质，排版的时候要准备一块铁板，铁板上先铺一层松脂、蜡和纸灰混合的药剂，然后把烧好的字模按顺序放上去，接着用火在铁板下面烤，药剂一融化，字模就自动粘在铁板上。这时候拿一块平板往字面上轻轻一压，所有的字就被压得平平整整。你看，这个过程沈括写得清清楚楚，连用什么材料，用什么手法都写出来了。这简直是一份保姆级教程。毕升还背了不少常用字，有些生僻字平时不预备，临时现刻也能很快烧出来。印完之后，再把铁板加热，药剂融化，字模一浮，自然掉下来，一点儿都不会沾脏。沈括还特别评价了一句，他说，只印2、3本的话，这个方法看不出优势，但如果要印几十本、上百本，那就快得惊人。你听，这像不像今天的边际成本原理？前期的准备成本很高，但规模越大，平均成本越低。一个宋朝人能琢磨到这个层次，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。第二个案例，石油。沈括做官到西北的时候，见过一种黑色的液体从河滩和石缝里渗出来，当地人叫它石漆，或者叫汁水。也有老早的记载说，高奴县一带有这种东西，老百姓把它收集起来，点灯用。沈括不一样，他一下子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他把它称为石油。这个名字就是沈括定下来的。他还在书里写下了产地和样貌。他说，这种油和水混杂在一起，会缓缓地冒出来。这不是道听途说，这是他亲眼看到过的。沈括不光取名，他还做实验。他收集石油燃烧后的烟灰，用来制墨。结果呢，他做出来的墨黑得像漆，亮得发光。当时市面上最好的墨是松烟墨，可沈括试完以后，觉得石油墨一点儿都不差，他甚至觉得石油墨比松烟墨还要好。于是他给这种墨起了个名字，叫做延川石液。如果你以为沈括只是发现了一种新材料，那就太小看他了。他写下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是，此物后必大行于世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
这东西将来一定会在世上广泛流行。请你仔细想一想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那是11世纪。那个时候，工业革命还没影子，火车没有，汽车没有，飞机更没有。可沈括已经看到了石油的宏大前景。为什么他会这么想？因为他在观察里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趋势。当时的人制墨要烧松烟，松烟从哪里来？从松树来。一棵树长成材需要很多年，可一片松林经不起大量砍伐。沈括担心，这样砍下去，松树迟早会不够用。于是他试着用石油来替代。他的思路非常清楚，少烧一棵松树就多留一片青山。他想要一种更可持续的能源方案。你看看，1000年前的人居然已经有了这种环保意识，这还不够震撼吗？第3个案例，磁偏角。沈括对指南针下过很深的功夫，他总结了4种安装磁针的方法。第一种，把磁针浮在水面上；第二种，把磁针放在指甲上；第3种，把磁针放在碗唇上；第4种也是最巧妙的，用一根细蚕丝把磁针悬挂起来。他比较来比较去，觉得悬挂法最好，因为蚕丝细，几乎不会阻碍磁针转动。他的观察已经到了非常细密的程度，可真正让他名留青史的是一个更小的细节。他发现磁针指南的时候，并不是严格的指向正南，它会微微偏东一点点。沈括没有忽略这个细节，他把它写了下来。他说，指南针放平了，能指南，但常常稍微偏东，并不是完全正南。这话在当时看来太不起眼了。可是放到今天，我们知道，这就是地磁偏角，地球的磁极和地理南极并不是完全重叠的。这个角度如果不被认识，后果很严重。远洋航行的时候，一旦依靠有偏差的罗盘导航，时间越长，偏离航线就越远。所以磁偏角的发现对航海来说意义巨大。欧洲人什么时候才注意到这件事？大概是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时候，那是15世纪的事情了，比沈括的记录晚了大约400年。一个宋朝人用自己的眼睛确认了这个看不见的坐标偏移，光凭这一点，他就称得上是一个顶级的观察者。第4个案例，地质学。沈括在太行山一带看到过一幅奇特的画面，高高的山崖上横着一条岩石带，岩石带里嵌着密密麻麻的螺丝壳，还有一些像鸟蛋一样的鹅卵石。普通人看见只会觉得好奇，沈括却开始推理，螺丝和贝壳是水里才有东西，鹅卵石要经过水流长期冲刷才会磨成圆形，这2种东西都出现在山顶的石壁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片高山在很久以前很可能是一片海滩。后来地壳变动，海水退去，泥沙越积越厚，陆地不断升高，原来的海底变成了今日的太行山。沈括还借着这个思路说过一句更惊人的话。他说，现在的华北平原是黄河、漳河这些河流从上流带来的泥沙一点一点填出来。在没有卫星、没有钻探的年代，一个人单靠观察和推理就能还原出大地亿万年间的变迁。这样的头脑真的像装了一台时光机。后来沈括在陕西又遇到了一次类似的经验。他听说有人挖地，
挖出了竹笋形状的石头。沈括马上意识到，那是古时候的竹子变成了化石。可是陕西那一带现在很干旱，竹子根本活不了。那么地下的竹子化石要怎么解释？沈括给出了一个判断。他说，在极其遥远的古代，那里的气候一定比现在温暖潮湿，所以竹子才能成片生长。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接近现代古气候学的思路了。沈括用几块石头就拼出了地球的一段历史。你说，这样的人还不够硬核吗？除了这4件事，沈括在书里还留了其他宝贝。他研究过音乐，他曾经用一把琴做过一个共振实验。他在琴弦上放几个小指人，弹动某一根弦的时候，另一根音高相同的弦上面的指人就会跳动起来，其他弦上的指人却一动不动。这个实验看起来是在玩，可它揭示的是物理上的共振现象。沈括甚至用这个办法，把看不见的声音变成了看得见的动静。他研究过光学，他一直在琢磨凹面镜为什么能把人的影像照成倒的呢？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他把它比作划船的人，人在船上往后划桨，船却往前走，中间有一个支点，很关键。他把这个支点叫做爱。用今天的话说，那个位置大概接近焦点，光线在焦点那里交错，所以影像会反转。他的理解朴素，但是非常接近现代物理。沈括在数学上也有建树，他写过细积数，那是一种计算堆叠物体体积的方法。酒坛子垒起来，棋子堆成堆，中间有空隙，怎么算？沈括给出了公式。他还写过会圆数，那是通过圆弧的一些数据来计算弧长的方法。这些事情听起来很枯燥，但他们证明了沈括有一种能力，能把日常生活里的问题用数学模型翻译出来。沈括还研究过医学，他知道草药不能乱采，春天采，秋天采，药性可能完全不同。他提醒医生要懂植物的生长规律。这些记录零零散散，却共同拼出了一个完整的沈括。他不是偏科的天才，他是一个什么都想弄明白的人。在他眼里，世界没有边，音乐是物理，石头是历史，药材是化学，天空是数学，万事万物都藏在同一张大网里。他要做的就是把那张网一条线一条线地找出来。说到这儿，我们该提炼一下沈括的思维模型了。第一条叫不迷信权威。沈括生活的时代，人人都信古书，古书上说磁针指正南，他不一定反对，但他更相信实测。他看见磁针偏了一点，他就记录下来。他不管别人说磁针本来就指正南，他只尊重自己亲手测出来的数据。你说这个品质放在今天有多重要？现在我们每天打开手机，满屏都是别人的说法，有专家说，有网红说，有大 V 说。可是这些说法有多少人能拿出原始证据？如果你能像沈括一样多问一句，你亲手验证过吗？你被骗的概率就会小很多。第二条叫跨界连接。沈括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懂一门学科，而是他能把不同学科连起来。他看见水里的贝壳，想到的是山脉的来历；他看见琴弦上的指人，想到的是声波的共振；他看见燃烧的黑烟，想到的是
资源的替代。今天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，很多人只守住自己的那一小块领域，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创新，往往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交界处。一个懂代码的艺术家，一个懂心理学的工程师，一个懂历史的程序员，都可能成为新时代的沈括。第3条叫用好奇心对抗低谷。沈括晚年过得好吗？说实话，非常不好。政治上被抛弃了，身体也垮了，家庭生活有很多不愉快的传闻。按照一般人的逻辑，他应该消沉，应该怨天尤人。可他呢？他在小园子里看看植物，看看飞鸟，想想天上的月亮，他记录每一个让他惊喜的细节。他发现一种新的草药，会高兴半天。他想通一道数学题，会觉得世界都亮了。好奇心像一根绳子，把他从绝望里拽了出来。这条启示对今天的我们特别有价值。人生总有低谷，工作会丢，感情会散，身体会病。当外部世界崩塌的时候，你还能不能找到一件让你觉得有意思的事？如果你能，你就不会真正被打倒。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沈括的眼界，就像一座心灵导航仪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太多人跟着别人的情绪跑，他却提醒你要自己看路。他不需要你记住他写过多少条目，他需要你学会一种态度。那种态度就是亲手打开真相，而不是听别人转述。现在我们再说回《梦溪笔谈》这本书。在沈括活着的时候，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名气。他不是诗词，不能帮他扬名；他不是科举教材，不能帮他考试。他只是他在一个偏僻的园子里，一笔一笔写下来的记录。可是时间给出了答案。1000年后，人们翻开这本书，发现里面藏着那么多宝藏，人们才明白沈括当年记下的不是闲话，而是一个文明最珍贵的火种。梦溪的水早就干了，沈括的骨头也已经化成了尘土，可是那种观察的精神还在，那种怀疑的勇气还在，那种实验的冲动还在，那种对世界的好奇还在。他们都藏在梦溪笔谈里，等着每一个翻开书的人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如果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吵、太乱、太让人疲惫，那你就想想梦溪园里的那个老人吧。他失去过权力，失去过自由，甚至失去过体面，可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一双望向星空的眼睛。世界本身是没有边界的，真正决定你看到多少的，是你愿不愿意观察，愿不愿意怀疑，愿不愿意验证，愿不愿意热爱。所以，用心去观察，用心去怀疑，用心去实验，用心去热爱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藏在平凡里的真相，正在等着一个好奇的人。